嘿，兄弟们，问你个事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啥同样是丰田，开在日本的车好像就是比咱们的更耐造？这事儿啊，我也琢磨了很久。几年前，我有个机会去日本的丰田工厂参观，结果跟那儿的工程师聊完天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他们听我说台湾人怎么保养车，那表情就好像我说我们车坏了才去修一样震惊。他们说，在台湾你们这保养周期也忒长了，在日本他们想都不敢那么久等。就这一句话彻底颠覆了我对丰田保养的认知。原来啊，咱以为的懂车和日本人玩的根本不是一个套路。今天我就把我在日本丰田那里学到的干了17年修车师傅总结出来的保命秘诀掏心窝子讲给你听。学会了，你的车多开个10万20万公里真不是事儿。在聊具体怎么做之前，咱们得先搞明白一个根本区别，保养心态不一样。咱台湾人保养车图啥？图个省事儿。哎呀，1万英里才换次油，刚好符合我的上班节奏。变速箱油不是写着终身免维护吗？爱它就别理它。说白了就是车子还能开就行。咱们喜欢榨干最后一滴油，可日本人呢，他们是把车当宝贝养。他们的目标不是让车继续开，而是让车上每一个零件都尽可能保持出厂时那个完美状态。就像咱们刷牙，难道非等牙疼了才去刷？肯定不啊，就是为了预防。对，就是这个防患于未然的理念，让他们每一步保养都做得更勤快、更用心。效果也立竿见影。你知道日本丰田车的平均寿命比台湾长多少吗？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那具体有啥不一样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下面这几点，掌握它们。不管你开的是雷克萨斯 ES、丰田凯美瑞、4Runner， 还是任何一款日系车，都能让你爱车多续命好几年。想知道是哪几点吗？别划走，视频马上就来。这些秘诀 4S 店可能不会主动告诉你，但你必须知道。嘿，开丰田的朋友们，特别是咱们从台湾买车的，咱先聊个实在的。你知道日本丰田的老司机们换油是多久一次吗？他们有个铁律，5000英里。没错，不管你的车有多新多先进，甭管说明书上写的换油周期是1万英里，他们雷打不动的就按5000英里来。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现在都用高级的全合成机油了，不是可以开更久吗？这正是问题所在。台湾车主和日本车主对机油的理解差的可不是一点点，机油可不是光润滑就完了，它还是你发动机的冷却剂、清洁工和保护神。你想啊，发动机里那么多零件，高温高压高速运转，全靠它在里头忙活。开了5000英里以后，就算是最顶级的全合成机油也扛不住，开始累趴下了。那些专门防止油泥清洁发动机的好东西，效力也大不如前了。那些悬浮在油里的金属碎屑也越攒越多。我有图为证，绝对不是吓唬你。我拆过不少发动机，你信不信？那些按台湾1万英里周期保养的车，跑到8万英里，气门室里油泥堆积，那叫一个触目惊心。而那些按日本5000英里周期保养的发动机，开到20万英里，拆开一看，里面干干净净，跟新车几乎一模一样。看到这差距了，所以日本车主具体是咋做的？记好了，就3条：一、时间里程以先到者为准，咱简单说就是5000英里或者6个月，哪个先到就做保养。2、机油就用原厂规格的全合成，基本上就是 0W20 或者 5W30， 别瞎用。3、滤清器每次必须换新的，千万别图省事，滤清器旧了，过滤效果差，新机油也白搭。那开带涡轮的车怎么办？比如雷克萨斯 NX 或者凯美瑞的 20T， 那更得勤快点，4000英里就得换。为啥？涡轮那家伙一转起来，温度比太阳还高，机油燃烧得更快，坏的也更快，省着点用反而伤车。算笔账你就不觉得亏了。按台湾标准，你可能1年才换一次机油，按日本标准1年也就多换一次，多花50块钱，人民币约360元。就为了省这50块钱，你要拿什么去赌？赌你的发动机哪天突然罢工，一旦发动机出大问题，修一次没个6000美元，人民币约4.3万元，下不来。一个日本老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今天也分享给你。发动机太贵了，机油那么便宜，咱何必去冒那个险呢？你觉得呢？嘿，咱接着说第2点啊，就是前1000英里磨合的秘密。这事儿可能好多人听了会挺惊讶，但它可太重要了。你看那些日本丰田车主，他们把前1000英里当成车子一辈子里最关键的里程呢。在磨合这段时间啊，活塞环在慢慢磨合，和气缸壁一点点贴合，变速箱的齿轮也头一回开始啮合，所有的部件都在往最终的状态磨合。你在这期间咋开车，可就决定了你爱车在接下来50万英里的运行状况了。下面我给你说说日本那边的磨合秘诀。前1000英里转速一定得保持在4000转每分钟以下，可别猛踩油门，也别在高速上一直用超过6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跑。
车速得经常变一变，别用巡航控制，发动机得有不同的负载，这样活塞环才能磨合好。还有啊，别开那种10分钟以下的短途发动机，得达到正常工作温度，才能把水分和污染物烧掉。每跑1000英里就得换一次机油，就算手册上写着1000，第一次换油能把磨合时候产生的金属颗粒都清理掉。我见过有些雷克萨斯 LS 车主按照这种磨合方法来，跑了40万英里，一滴机油都没烧。可也见过同样车型的跳过了磨合期，结果跑到12万英里就开始烧机油了。所以啊，这最开始的1000英里可是给之后的事儿打基础呢。嘿，咱今天就唠唠汽车保养里变速箱油这事儿。先说这3号变速箱油哈，在日本这边要求每跑3万英里就得换一次。这可就是日本和台湾保养方式最大的区别啦。在台湾呢，丰田说他们的变速箱油终身都不用维护，但在日本，人家压根儿就不认同这说法。日本的丰田车主那是无一例外，每跑3万英里就去换一次变速箱油。雷克萨斯8速或者10速的自动变速箱也是一样，也是3万英里换一次。那为啥日本这边换变速箱油的周期这么保守呢？因为他们见识过拖着不换的后果。变速箱油可不只是用来润滑齿轮的哦，它可是在极高的压力下工作的，还得负责结合离合器，控制换挡的时机呢。这变速箱油用久了就会老化，粘度下降，里面还会积攒金属颗粒，慢慢的就没法好好保护变速箱了。下面我给大伙说说日本的保养方法哈，就是每跑3万英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。注意哈，不是冲洗，就是简单的把旧油放出来，再加点新油进去，而且只能用原厂丰田或者雷克萨斯的变速箱油。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，就是 WS 变速箱油，可千万别用通用 ATF。加完油之后呢，开个10分钟，然后重新检查一下油位，要是不够就加满。这么一套保养下来，大概要花150美元，也就是每跑3万英里就得花这么多钱。但这能避免花5000美元去换整个变速箱啊。我就见过一辆跑了35万英里的雷克萨斯 RX， 它那变速箱换挡还跟新的一样顺畅，就是因为车主一直按照3万英里的保养规则来弄。台湾的经销商就不怎么推荐这种保养方法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给你换整个变速箱挣的钱可比只给你保养变速箱多多了，大伙儿可别被他们给忽悠了。要是你看到这儿了，就考虑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点个赞再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这能让我有动力给你带来更多实在的汽车保养建议。嘿，咱继续来聊聊汽车冷却液更换这事儿。冷却液更换一般是3万英里的时候弄，大多数台湾的丰田车主呢，都等到10万英里才换冷却液，更有一些车主压根儿就不换。但日本的车主就不一样了，人家在3万英里的时候就换冷却液，之后每跑5万英里再换一次。为啥这么做呢？听我给你说道说道，丰田那粉色的超长效冷却液性能确实不错，不过它也不是啥问题都能解决的。车跑了3万英里之后，特别是在天气热的时候，冷却液里那些起保护作用的添加剂就开始慢慢没效果了。这时候冷却液会有点变酸，这酸性的冷却液可就会腐蚀橡胶软管、垫片还有铝制的部件。一般最先遭殃的就是水泵密封件和节温器壳体。要是等太久不换，冷却液还会腐蚀散热器、暖风芯，甚至连气缸垫都会被腐蚀呢。日本车主就聪明，他们早点换冷却液，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麻烦。在3万英里的时候第一次换，就是为了把出厂时留在车里的东西，还有磨合过程中产生的脏东西都清理掉。之后每跑5万英里就换一次，保养的那叫一个精准。换冷却液的时候一定要用丰田原厂的超长效冷却液，而且得和蒸馏水按照50:50的比例混合，可千万别用自来水。冷却液加完之后一定要好好排气，把里面的气泡都排出去。要是你开的是雷克萨斯混合动力车型，像 ES 300小时或者 RX 450小时，逆变器的冷却液也得换，更换的时间和刚才说的一样。这个独立的冷却系统是专门保护混合动力部件的，更换冷却液的费用另外算，得100美元。我见过跑了30万英里的雷克萨斯发动机，他们的冷却系统就跟刚出厂时一样新。所以啊，咱就学学日本车主的办法，第一次在3万英里的时候换冷却液，之后每跑5万英里换一次，准没错。咱接着说汽车保养的第5个要点哈，火花塞的更换时间可比你想的要早。就拿丰田来说，它台湾的保养计划是建议车子跑12万英里之后再换火花塞，但日本的车主呢，一般车子跑到6万英里就换火花塞了，有时候甚至换得更早。为啥两边差距这么大呀？这是因为火花塞可不只是用来点燃燃油混合物的，它还会影响燃烧效率、排放情况，甚至对变速箱的换挡质量都有影响呢。通过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能看出来，要是火花塞磨损了，发动机的负荷就会增加，这还会给点火线圈。催化转化器还有氧传感器带来压力，等你那旧火花塞跑到12万英里的时候，其实其他部件都已经被它给搞坏了。
下面我给大家说说日本车主更换火花塞的建议哈。车子跑到6万英里的时候，就把断的金或者铂金火花塞给换了，别管保养手册咋写的。要是你开的是像雷克萨斯 ES350 或者丰田凯美瑞 V6 这种 V6 发动机的车，车子跑5万英里的时候就得检查一下火花塞。要是发现电极磨损超过1毫米了，那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用丰田原厂 OEMs 或者电装 Denso 的火花塞，而且零件编号得完全一样，可千万别想着用非原厂的替代品。另外呢，在火花塞的螺纹上要涂上防卡剂，在火花塞帽上要涂上绝缘硅脂。日本技工跟我说过一件事儿，要是等到车子跑了12万英里才去换火花塞，那旧火花塞很有可能会卡在铝制缸盖里。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，本来能轻松搞定，花200美元就能解决的事儿，结果因为火花塞卡死了，我还得把它钻出来，这一下就花了1200美元，简直就是噩梦。所以啊，早点换火花塞，每次都能轻轻松松的把它取出来。嘿，家人们，咱接着说说汽车保养的第6项哈，就是5万英里的差速器保养。要是你开的是雷克萨斯 GX、丰田4Runner、Tacoma 或者其他啥4驱车，那这项保养可太重要了。日本那边的车主呢，每跑5万英里，差不多就是8万公里的时候，就一定得去保养差速器和分动箱。但好多台湾车主呢，根本就不保养这些部件。你想想啊，差速器和分动箱里的油液时间长了就会变黑，还会积聚好多金属屑，时间一长，齿轮就得磨损。等你听见车子有异响的时候，那损坏都已经造成了，再修可就麻烦喽。不过呢，按照日本的保养方法来做，就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头一回差速器保养是在跑了3万英里，大概4万8公里的时候，这一次保养能把车子磨合过程中产生的金属颗粒都清除掉。之后呢，就每跑5万英里去保养一回。保养的时候得用丰田原厂的齿轮油哈，而且一定要确保齿轮油的 GL 等级是对的。像大多数车型 GL 等级一般是75到85或者75到90。还有啊，放油螺塞垫圈一定得换，这玩意儿不贵，就2美元，但是能防止漏油呢。要是你开的是雷克萨斯 GX 或者 Land Cruiser， 那你的车一共有3个差速器，就是前差速器、后差速器和分动箱。这3个差速器都得按照一样的周期来保养哈。做这项保养呢，大概花多少钱呢？每跑5万英里，大概要200美元。但你要是不做保养，等差速器坏了要换一个，那可就得花3000美元呢。我都见过4辆跑了40万英里的车，人家原装的差速器还好好的呢，就是因为车主用了日本这种保养方法。所以啊，该保养就得保养，可别省那点小钱，到时候花大钱就不划算了。咱接着说汽车保养的第7个要点哈，就是刹车油。刹车油这东西呢，得每2年换一回。为啥要这么频繁换呢？因为刹车油有个特点，它会吸水，也就是说啊，它会把空气中的水分给吸进去。时间一长，这水分多了，刹车油的沸点就会降低，而且啊，还会让刹车管路卡钳还有 ABS 部件里面生锈腐蚀。好多台湾的丰田车主啊，老是不把换刹车油当回事儿，非得等出毛病了才想起来。但日本车主就不一样，人家不管开了多少里程，每2年肯定换一次刹车油，他们就建议每24个月就得换，哪怕你这2年才开了10000英里呢，也得换。换刹车油的时候，得用符合丰田规格的 DOT3 或者 DOT4 刹车油。排空气的时候，得从离主缸最远的那个车轮开始排。排完空气之后，一定要试试刹车踏板的感觉。正常的刹车踏板踩上去应该是硬邦邦的，可不能软绵绵的。要是你开的是雷克萨斯那种带高级制动系统的车，这换刹车油就更重要了。为啥呢？因为 ABS 模块还有刹车执行器要是坏了，换起来可老贵了。而刹车油老化就是导致这些部件出故障的主要原因。换一次新的刹车油也就花30美元，再加上半个小时的工时费。可要是换一个新的 ABS 模块，那得花2000美元呢，这钱花出去可就回不来了。所以啊，该换刹车油的时候千万别省，不然到时候花大钱就不划算了。咱接着说第8项哈，这是比基础保养更深入的年度检查。在日本，汽车文化里对年度检查可重视啦，他们把这叫车检，而且在那儿这是强制要做的。不过呢，就算没有法律规定，那些开日本丰田车的车主每年也都会给自己的爱车来一次全面检查。检查的项目有不少呢，得看看各种油液的液位够不够，状态好不好，瞧瞧轮胎胎纹的深度，还有磨损的咋样，瞅瞅悬挂衬套和球头有没有磨损。亮亮刹车片的厚度，再看看刹车盘的状况，查查排气系统有没有漏的地方或者生锈没，测测电池的电压，看看接线端子好不好，还得检查检查所有的皮带有没有裂纹或者表面变硬的情况。
这么全面的检查好处可多了，能及时发现一些小问题，免得这些小毛病最后变成特别费钱才能修的大故障。比如说一个才$15的磨损衬套，在它还没完全损坏之前就给换了，要是控制臂出问题，那得花$400呢。还有排气系统要是有个小泄漏，在气管还没破裂之前就给焊接修好。我建议开丰田和雷克萨斯的车主都去做这项检查。你可以自己动手做年度检查，要是觉得自己弄不明白，花$100请个靠谱的技师来帮你检查也行。这就跟买保险似的，而且我觉着这绝对是你能买到的最好的保险了。咱接着说汽车保养的第9个注意事项哈，这事儿可能会让好多人意外，就是高级燃油其实是适用于特定引擎的。就拿日本的雷克萨斯车主来说，他们适配高级燃油的引擎一直都加的高级油，哪怕汽车说明书上写着普通油也能用，人家还是建议加高级油，这样能让车达到最佳性能。比如说雷克萨斯 ES 350秒，就是那个 3.5 升 V6 引擎的 ES 350，还有 GX 460的 V8 引擎，用高级燃油那是好处多多。当然了，这些车加普通汽油也没问题，可要是你开超过20万英里以后，普通汽油在发动机里产生的积碳就会损伤气门和活塞。日本车主对这点门清，所以这些引擎他们一直都加高级油。另外任何涡轮增压的丰田或者雷克萨斯车，除了 ES 250秒的4缸直喷发动机以外，其他所有雷克萨斯的 V6 或者 V8 发动机都容易产生积碳。你要是每年多花个$300加高级油，就能省掉$1500的积碳清洗费用，还能大大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呢。嘿，咱接着唠汽车保养这点事儿哈。今天咱要说的第10条就是得让您的车保持原厂状态，这可是台湾人不太懂的日本保养秘技呢。您要是开着丰田或者雷克萨斯，那就一定得让它保持完完全全的原厂状态，啥改装件、性能芯片咱可都别整，超尺寸的轮毂也千万别用。为啥呢？您想丰田的工程师可是花了几百万美元呢，精心设计每个部件，就为了让他们能完美配合。一旦您改了其中一个部件，那整个车的平衡可就被破坏了。日本车主就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的车轮毂、悬挂、排气啥的都是原厂的，严格按照丰田的设计初衷来，所以人家的车能稳稳当当的开50万英里都没啥毛病。再看看那些改装版的丰田，才开15万英里就开始这儿坏那儿坏的。超大尺寸的轮毂会让轮毂轴承负担太重，降低悬挂又会让等速万向节磨损的厉害。所以您就保持原厂配置，您的丰田绝对能在马路上把别的车都比下去。日本式的养护理念，说到底就是把保养当成投资，而不是单纯的花钱。日本的丰田车主每年花$500做预防性的维护，就是为了避免以后花$5000去修车。他们不等车出故障了才去管，也不拖着不保养，更不会为了省钱用劣质零件。人家这么做，车就回报他们50万英里的可靠服务。您也能做到这些只要遵循这些日本式的保养原则，您的丰田或者雷克萨斯能比您预想的多开好几十年呢。这事儿不难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就是得自律点，坚持下去。现在选择权就在您手里了，您是想像日本人那样好好保养车，还是想像台湾人那样老等着修车呢？要是您觉得我这些建议有用，那一定得看下一期视频哈，我到时候会分享一些内行人才知道的技巧，帮您降低维修成本，让您的爱车一直跟新的一样。